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以全世界为敌，印度军方最近对11家国际军火巨头发出警告。那背后的故事呢，可以说很凄凉。印度国防部最近呢，抨击了一些外国的军火巨头，他们指出这些大型的军工企业没有履行其与印方在国防交易中所答应的抵销义务。那么什么是抵销义务呢？就是印度出高价来购买这些军火巨头的武器装备，那么这个高价不是白出的。印度希望这些向他贩卖武器装备的企业能够返回一部分资金投在印度，帮他们建厂生产相关的高科技设备。但是由于很多协议最终呢没有按照规定呢履行，印度国防部认为他们受到了损害，因此他威胁要对这些国家的某些军工企业下达禁令。这里面包括11家美国、法国、俄罗斯和以色列的公司。印度国防部和印度政府将把这10几家外国公司列入实施处罚的观察名单。这是印度国防部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展示其历史。如果这些公司不及时履行其抵销义务，他们在其他合同中的履约银行担保可能会被没收或从预定付款中扣除。到目前为止，印度和其他国家的一些军工企业已经签署了大约55份国防抵销合同，总额度大约为120亿美元。也就是说，不管他前面花了多少钱，其中的120亿美元是要返回到印度进行投资的，但是这些外国军火公司仅仅返回约50亿美元，一半都不到。这大大影响了印度建立自己强大国防工业的这个计划。印度国防部采购武器系统离不开国际军火商，为了发展本国的军工产业，他们在引进武器装备的同时呢，都要花费比其他国家更为昂贵的代价。过去呢，总觉得印度人比较傻，老是做冤大头。其实这里面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抵销合同义务。但是他们与其他国家的军火商签订采购合同的时候，会与他们签另外一个抵销义务合同，但是国外军火巨头往往呢不理会这个合同，不执行这样的义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想理由呢有这么几个。一个，美欧以及俄罗斯的军火巨头根本就不愿意把核心技术转让给印度人。我把核心技术给你，你自己能干了，那么今后我的市场还能保障吗？这是一个问题。第二呢，即使是这些军火巨头履行了这些返还义务，那么印度本身也没有能力来承接先进国防工业的制造技术。为什么呢？很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其实这些年印度呢没有少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厂设生产线进行组装，但是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不达标，而且周期呢会拖得很长。可以说很多军火巨头对印度已经失望了，再给他帮忙他也达不到标准和要求。第三，在国外的这些军火巨头和印度政府以及印度军方签署的这些引进先进武器装备的合同中，往往存在着猫腻，也就是说它本身存在着严重的腐败问题。如果在资金往来过程中被人发现了漏洞，对谁都没有好处。事实证明，任何一个国家仅仅依靠买装备是不可能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在这方面，中国才是印度应该学习的对象。不过从历史的情况看，印度呢想学也很难学会，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的基础工业做支撑，没有一个良好的军工教育体系做支撑，缺乏人才，缺乏工业基础。那么你想开发自己的先进装备，建立自己强大的军火工业，也是很难做到的。印度的教训发人深省。
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